活了18年才发现自己是个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会被男主无情夺走，高冷傲娇的青梅校花，霸道病娇的冰山总裁，甚至是说好陪我一辈子的温婉姐姐，只要男主轻描淡写的一句天凉了，这群疯批女主就会毫不犹豫将我粉身碎骨。于是当女主再次为了男主找我麻烦时，我决定开板了。安以诺感觉到其中深深的轻蔑意味，宋墨你真是一个大笨蛋，只是碰巧数学好罢了，我就不信你没有弱点。这时一个人从后门推门而入，晨曦头上缠着一个绷带，面色苍白虚弱，他环视教室一周，寻找着安以诺的身影。当他看见安以诺坐在我旁边时，故作可怜的眼神立马变得阴狠毒辣，全都怪宋墨，要不是他，安以诺还是像以前一样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晨曦面色变幻，酝酿了一下情绪，走进教室里，坐到安以诺旁边的空位上。安以诺侧头看见晨曦，惊讶了一下，当在看见对方眼中盈满泪水时，他竟然感觉有些惭愧，忍不住的就想要和我拉开距离。晨曦咬了咬唇，眼神凄楚，以诺你为什么会坐在宋墨的旁边？你不是和我说过宋墨这个人很讨厌，你不喜欢他的吗？我这时也注意到晨曦的存在，这沙比东西又来了，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阴魂不散，这是怕老子把他调教好的舔狗抢走是吧？安以诺虽然已经有所猜测，但还是感到惊讶，宋墨他果然是重生者，这么说来，他对我的坏印象都来自于前世。安以诺想起昨天我的心声，被车撞的血肉模糊，被关在地下室里面折磨凌辱，难道这也和自己和晨曦有关系吗？所以宋墨才那样厌恶自己和晨曦，不知道为何，自从听见我的心声之后，他就感觉晨曦不像自己了解的那样单纯。再一次看见晨曦那张苍白破碎的脸蛋，也不像以前一样心疼。晨曦很可能是为了引起自己同情在装模作样。想到这，安以诺微微蹙眉，我不可以坐在宋墨的旁边吗？闻言，晨曦面色惨白，以诺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想要管着你，只是宋墨他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揶揄的看向晨曦，奇怪，晨曦你之前不是一直很害怕我的吗？怎么现在敢当着我的面说我不是什么好人了？晨曦没有回话，只是哀求的看着安以诺。我看戏一样看着两人，让我猜猜接下来安以诺会怎么做。他肯定受不了晨曦这种眼神，很快就会安慰着说，晨曦你别难过，等下课我就换位置，没准还要瞪我2眼。然而安以诺直接就开始瞪着我，怎么感觉小娘们听见自己在骂他了一样，这眼神瞪得越来越凶狠了。安以诺很想用眼神杀死我，但是为了防止我看出来什么破绽，他还是强迫自己将眼神移开。他眸子微微抬起，看了看晨曦，晨曦同学，我们只是同学而已，我之前可以坐在你的旁边，现在也可以坐在宋墨的旁边。宋墨高数成绩很好，我坐在他的旁边，有不懂的还可以问他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晨曦面色难看，这宋墨到底施展了什么妖法？为什么能让安以诺对自己的态度发生这样的转变？以诺，我怎么感觉你变了好多？是不是宋墨说了我的坏话？你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家之言就对我产生偏见，你是我在学校里面唯一的朋友啊。闻言，安以诺表情有些触动，晨曦见状，眼眶的泪水顺势落下，声音带着哭腔，我没有家人，你就是我的家人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姐看待的。安以诺有所动怒，但是他看了看我，为什么这次没听见这家伙的心声？然而刚想着就听见了我的心声，这两个贱男甜女能不能死一边去啊？恶心，老子就想好好的看会书都不行吗？终于等到我的心声，安以诺表情漠然一变，对晨曦冷冷道，有什么话能不能下课再说？说完他开始专注听讲，可恶啊，老师都已经讲完了，现在根本听不懂，要不要去问问宋墨这家伙？但是想到我心里面对他的评价已经低到极点，冲着我哼了一声。晨曦一直用眼角余光偷看安以诺，见到他因为我产生的一系列小动作，他顿时脸色难看。熬到下课，他立马将安以诺叫出去。以诺，我感觉你好像讨厌我了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？要是以前你绝对不会坐在宋墨的旁边。安以诺感觉很烦，以前他或许确实对晨曦有那么一点好感，但是也是同情的成分居多。可是昨天以来发生的事情都说明晨曦是一个虚伪的人，自己又不是他亲妈，凭什么总是要事事都照顾着他？想到这，安以诺冷漠道，晨曦你也是一个成年男人了，能不能有点自己的事情做，不要天天围在我旁边行不行？我们两个只是同学关系而已，学校的贫困补助我也帮你申请了，各种请教条也帮你办了，你不能要求我一直为你奔走啊，我坐在哪个位置这是我的自由。安以诺说话的声音并不算小，教室里的同学立马竖起耳朵吃瓜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才我没听见，还能有什么事？就是那个晨曦，班长帮了他那么多忙，他还想要道德绑架班长，不准班长坐在宋墨旁边。晨曦是想要笑死我继承我的饭卡吗？别人班长是可怜他又不是他妈，这他也管得着？晨曦闻言面色当即一黑，脚步匆匆小跑着离开了，内心恨得咬牙切齿。宋墨，我要你付出代价。等到安以诺回到教室，却发现我竟然真的换位置了，什么意思？和我安以诺坐一起很嫌弃吗？安以诺看着我在教室前面娇下柔做题，直接掏出手机给我发送了一条消息，宋墨，你就是一个没有素质的家伙，天天喜欢在心里面骂人的王八蛋。想了想又删掉重新编辑。宋墨，中午的时候能一起出去吃个饭吗？对我之前误会你的行为，我想要弥补一下。安以诺发送完就一直盯着我，我将手机掏出来看了看又揣回兜里。安以诺气得头上冒烟，已读不回。呵呵，宋墨你真有本事。他在心底默默地记下这笔仇，你等着，下次你要是主动给我发消息，我就先已读不回2个小时急死你。我平静地学习了一上午，熟练度长的舒坦，背起书包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愉快放学。安以诺连忙挡在我身前生气道，宋墨，你明明看见了我的信息。我微微瞥了一眼安以诺，怎么这个女人和晨曦闹掰了？不是晨曦的死忠舔狗吗？前世我将晨曦和其他女人的暧昧关系告诉安以诺，但她不仅没有相信，反而说我心思肮脏，难道她最近长脑子了？安以诺气得脸色通红，真想脱下自己的皮鞋，用穿了一天的白丝小脚狠狠地踩在宋墨的脸上。你别误会我和晨曦之间的关系，我和她一直都只是同学，而且经过上次的误会之后，我以后都不会帮她了。哦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补紧无波，微微绕了绕就想要走出教室，安以诺白嫩的小手竟直接抓住我手腕。我刚才都说了，为了表示歉意，我要请你吃饭，你必须去。我皱了皱眉，有病。本来以为很轻松就能挣脱他，但是没想到安以诺手腕力量大的惊人。安以诺得意的笑笑，他可是从小就学习跆拳道，现在已经是黑带的水准了。我无语了，看来还是需要学习一点格斗啊。
直接被他拉着来到一家高档的中餐厅，当然是安以诺根据我的心声选择的。他忽然醒悟过来，想要拿捏我，根本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嘛。自己能够听见宋墨的心声，掌握他的真实想法，了解他的各种喜好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我安以诺只需要略微出手，就能迷得宋墨找不着北。安大小姐，你到底想要整什么名堂？我实在是没时间也没兴趣和你明争暗斗。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，直接说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安以诺夹了一块排骨给我，你就吃吧，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安以诺以为我是不好意思，结果听见心声差点没气个半死。这安以诺安的什么心，居然给我夹排骨？难道是想要下毒害死我？这个混蛋，真想把走了一天路的白丝汗脚直接塞进他嘴里，敢吐出来就抽他丫的！安以诺夹起排骨强行往我嘴里塞，我有些慌张，完了，我打不过这个女人怎么办？不会刚重生就要重开了吧？安以诺顿时泄气了，很失落的看了我一眼。宋墨，在你心里我真的是那种很坏的女人吗？我愣住了，这大小姐吃错药了。安大小姐，虽然你昨天误会我了，但你不是已经道歉了吗？还请我吃饭，你人还蛮好的。安以诺轻轻叹了口气，算了，我也不强求你了，你走吧。闻言我狐疑的看着安以诺，他又在想什么幺蛾子？见他没有说话，我随即干脆利落的起身离开。宋墨，安以诺喊住我，认真道，我一定会改变你心中对我的刻板印象的。我潸然一笑，不置可否，快步离开。回到家，宋婉柔已经嘱咐保姆阿姨做好了饭菜，像是正等着我回来吃饭一样。我微微皱眉，神色淡漠的坐过去。宋婉柔微笑着给我夹了一块牛排，小莫你尝尝这个，别给我夹菜，我自己有手。看着我这样疏离冷淡，宋婉柔即使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难免心情低落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生我的气？是姐姐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？我笑了，我只记得爸妈只有我一个独生子，可不知道我竟然还有一个姐姐。闻言，宋婉柔面色苍白，眼眶湿润。小莫你不要这样说话，姐姐真的很伤心。我面色瞬间一变，沉默不语，快速的吃着饭。这算什么伤心？前世我被背叛的时候就不伤心了吗？这个女人总是习惯装作这副可怜模样，我倒是宁愿她早点遇见晨曦，从我家滚出去最好。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自保，等我腾出手来，就算是拼着父母反对我也要她从我面前滚蛋。宋婉柔听见我心声，面色一点点往下沉，她只是恨未来的自己，恨那个莫须有的晨曦。自己和小莫之间的关系本来好好的，要不是那个恶毒的晨曦，小莫怎么可能会这样讨厌自己？